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开源模型，叫 Chroma。那为什么我们这么隆重的去介绍它啊？大概呢有这样3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质量非常的好。那我用这种图片还原的方式对它进行了测试，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原图啊，这是最左边的，中间呢是我用它官方给的这个工作流还原出来的这个图片效果。你要注意啊，已经非常棒了，对吧？然后呢，右侧其实是我优化之后的工作流，它的效果呢会更好。那它会将整个图片的动作呀、人物的细节、整体的构图呢都还原的非常的棒啊，所以说呢它的质量非常高，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是它的技术啊有了很大的创新。比方说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抱抱脸的主页上呢，它写到了很多的创新点。比方说它将传统的 Flux 的120亿的参数缩减到了89亿。那这个不是说单纯的调一个模型啊，它必须去改这个 DIT 的架构才可以。所以说呢，它不是单纯的调一个模型出来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创新的。另外呢，使用了这个 MMDIT 的掩码啊。第三个就是修改了时间不长的这种参数，原来的这种时间不长的都是 normal 类型的啊。那它改的这个参数的话呢，除了让它能更好的关注这个中间的高概率出现的这种情况啊，也可以兼顾到那种小概率出现的情况，所以说呢质量会更加的好。另外提供了一种叫做小批量的最输传输的方法啊，使整个的这种噪点到图片分布的映射更加的直接。当然我这样说你可能还不太明白是吧？待会儿我会有详细的描述啊，这是第二个维度，叫技术层面。第三个就是它的开源精神。为什么？你要注意啊，这个模型呢是基于 Apache 2.0， 就是完全开源。2.0 什么概念？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人都可以改，而且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第二个，它没有任何审查制度，甚至呢，它又重新的引入了这个缺失的解剖学的概念。这个听起来非常的吓人。另外呢，这个东西在不断的研发啊，所以说呢，在不断的更新。所以说我们讲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具有技术创新的，然后完全开源的这样一个模型，所以说呢，我们需要隆重介绍。那下边呢，我们就逐一的给大家讲一下 Chroma 这个模型的故事。那我们还是先从大家最感兴趣的这个说起啊，我们先说图片的质量。那为了充分的展示这个模型的基本能力呢，我们现在呢其实用了很多张图片啊，大概15张来展示它整体的这个效果。那这个模式其实很简单，我选了一张图片，然后呢用 Florence 给它反推了一下提示词，然后再经过这个工作流，我们看一下生成的图片和我们原版图片的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那同样我在 Running Hub 上构建了一个标准的 Flux 的工作流，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我们看一下我构建的这个 Flux 的标准的工作流，那同样是一个图片，然后同样的 Florence 的节点，然后经过我们这个工作流，你注意啊，我们不加任何的 LoRa， 看一下这个效果。那我们对比一下，好像这个大小没起作用是吧？我们检查一下啊。这儿呢我们应该这样连啊。好，下边我们重跑一遍，我们保证它和我们本地的那个 Chroma 的模型呢是同样的一个工作流的机制。那大家现在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大概呢能看到它有一些相似的属性，比方说它整体的这个衣服然后姿势呢可能有一点相似啊，但是这个相似性呢不能太好的给还原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地的 Chroma 它展示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棒啊？所以说呢这个 Chroma 的话呢，它整个的质量呢是非常高的。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 Chroma 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应该说名不见经传啊，我之所以关注它是因为 ComfyUI 的官方呢发了一个示例的工作流，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说呢我们使用这个 Chroma 的模型的话呢是不需要安装任何的扩展的啊，你只需要把你的 ComfyUI 更新到最新版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 T5 的编码器，你要注意啊，它强烈建议你使用 FP16 的，当然呢如果你的算力有限的话呢，使用 FP8 的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儿把这个编码器给它下载下来。那 VE 的部分呢，我们直接用这个 Flux 的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它可以从我们的抱抱脸页面上下载对应的模型，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链接。那它这儿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模型呢在不断的研发着，所以说你会发现它的 Files and Version 里边
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有很多啊，现在呢已经到了 V29。这是2天之前更新的，大家下载最新版就可以了，大小呢是 17.8 个 G。那下载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图片拖拽到你的工作流里边，那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那个示例工作流。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么一工作流啊。那么首先你这儿选一个模型，它默认是 V28， 我这儿选 V29， 因为我下载的是 V29。那这个放在哪儿呢？放在你的 Diffusion Models 里边。然后这个 Type 呢，我建议大家选成 FP8 的，因为它必定有17个 G 啊，跑起来会比较慢。另外的话呢，就是使用这个 T5 的编码器，使用 Flux 的 V1， 这儿我同样写 FP8 的，因为我本身也没有 FP16 的。然后跑一下这个工作流，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棒的。你注意这个键上的这个细节啊，你看键上这个血痕，包括衣服上这个污点，这个都是传统的 Flux 模型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下边呢，我们通过一个特殊的手法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能力。大家注意啊，在这里边的话呢，我用了15张图片，这几张图片呢都非常的有特色。那么有的呢会有特殊的姿势，有的呢会有特殊的构图。那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图片它还原的都非常的棒，所以说呢我对工作流做了一些修改。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我修改的地方呢，是取了一张图片，然后进行了一个 Florence 的反推，得到的这个提示词。另外的话呢，我会将取出来的这个图片给它缩放到一个100万级的像素然后呢得到它的宽和高，可以保证生成的分辨率呢是非常棒的啊。下边你要注意啊，在这个工作流里边最关键的一个节点是谁呢？是它是一个 T5 的 Tokenizer Option。这里边呢主要设定这个 padding， 为什么要设定它呢？这个呢我待会儿再给大家解释啊，因为呢这个属于它技术的一个创新。好，我们先看效果啊。看一下，这是参考的图片，这是我反推出来的。你会发现不管从姿势、衣服啊，整个人物的状态，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啊。那这个呢我们做了很多的测试，下边呢我们可以逐一来看一下。看这个，这个还原的也是非常棒的啊。看这个姿势，这个细节，衣服的颜色，这个裙子的一个效果。你注意啊，这个模型因为它是完全未审查的，所以说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动作，你比方说它现在这个动作，其实在正常的模型里边是不应该出现的，是吧？我们再来看这个，这是参考图，这是我们生成的，非常的漂亮，把这个特点抓的都非常准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看衣服的这个质感和细节，其实还原的都是非常到位的。看这个人物的姿势，它背后的这个光圈被它渲染成了一个月亮啊。再来看这个，这边是一个精灵女孩，那你看这个，同样这个未审查的这个部分还是比较危险的。还好我生成的这些没有太过分的，看这个有一些特殊质感的短发的女孩，赛博朋克的这个感觉啊，非常的到位。看这个女孩后边有一个龙头，你注意它还原出来也是非常棒的。白衣如雪，手里拿着个不知道是啥，然后你看这个龙的这个感觉啊，把所有的这个细节呢几乎都还原出来了。那再来看这个，这是骑自行车的一个女孩啊，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这个图片呢是一个女孩和一个狼，然后你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动画的人物啊，这个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会发现整个的图片构图啊什么的都比较和谐。那再来看这个，看一下整个女孩的这个衣服啊，后边这个翅膀是吧，还原的都非常棒啊。那这是我们还原的一个西方女孩的一个效果啊，还是看服饰，这个都非常到位啊。这是一组啊，其实我还做了另外一组，就是开启了 CFG Zero Star 的这个效果。那我们看一下开启之后呢，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啊？这个就很难评判哪个更好哪个更坏，但是开启 Zero Star 这个面部的确是有一些问题的，看一下。这个面部还是没有刚才那个图片那么好看，这张图片的一个参考图，你看一下，开启了 Zero Star 之后，还好吧，这个很难评判是吧？看这个精灵女孩，这个整个特点也都有，反正我觉得她的面部没有刚才那个那么漂亮啊，但是有些又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个就让你很难取舍。比方说这个，看她整个的面部表现就非常的棒。反正我是这样去总结，就是开了 Zero Star 就是这个东西
那整个的构图会更加的漂亮，但是这个面部的确是没有刚才那么好看啊，会有一些瑕疵出现。我建议你可以这样啊，就是做一个这个高通低通的分割，然后呢前边可以用带 Zero Star 的，后边呢可以用不带 Zero Star 的，用于细化，这样可能效果会更漂亮啊。那这个怎么去做呢？你要注意啊，我现在把这个往后给它拖一下啊，因为待会儿我要进行2次采样。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 Sigma， 当时应该叫 Sleep 是吧？我们切分一下它，这一共是多少步呢？一共是30步。注意啊，我用10步来进行这个带 CFD Zero Star 的采样。这样的话呢，它是什么呀？是做构图的。然后呢，我会用20步做不带 CFD Zero Star 的采样。这样的话呢，它是做什么的呀？做这个优化的是吧？就比较清楚了啊。好，下边呢，我们把这个 Sigma 先给它拿过来，我们先把高的这个连过来，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复制一个啊 ，Ctrl C， 然后 Ctrl Shift V。注意啊，现在这个 Latent 呢，我们需要从这个拿过来，这儿就用它，然后这个 Sigmas 呢，我们就用剩下的这个 Low Sigmas。这儿呢，我们前10步是带 CFG 的。所以说 model 呢 ，model 主要在哪儿？在这儿设定的啊，就是这个呢，我们需要有2个我Ctrl C 一下，然后Ctrl Shift V 拿过来。对啊，这个 model 呢，它就不应该带这个 Zero Star 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Gather 给它放到这儿，我们尝试一下啊，是不是能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这个呢，我就直接用这个 Output 就可以了。那就是我把原来的30步呢变成了10步和20步。前10步带 CFD Zero Star， 后10步不带啊。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效果啊？我们先跑一个吧，这个效果不太好啊。注意啊，后边这个不能加 noise， 这个呢我们得把这个给它剪掉。这样我们换一个 disable noise，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确得到了更好的一个效果，非常的漂亮，是吧？那这样我们把剩下的这个都给它测试一遍啊，我们跑一下剩下的14步，这样我们稍等一下。那这个采样呢就全完了，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效果。那经过我优化之后的工作流，你会发现啊，它对姿势的还原上呢会更加的精准，人物呢也更加的漂亮，对吧？这就是我们结合了 Zero Star 和这个不带这个 Zero Star 的一个综合采样的效果啊。好，我们看看其他的，这个就不看了啊。看这个，对吧？很漂亮，姿势还原的会更加的到位，人物呢也没有这个标准的 Flux 的那种塑料质感。看这个是不是比它的官方的工作流更好？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看了啊，我们挑几个这个比较有特点的，比方这个，看这个坐着这个姿势完全的给还原出来了。还看这个女孩的面部表现的更加的精细。这个呢稍微有点问题啊，就是这是个女的是吧？这是个男的啊。不过也没关系。再来看这个表现会更加的精细，看脸上的这个眼泪是吧？女孩这个感觉，这是我们说的那个天使，非常的到位。好，看这个，对啊，我改进的这个工作流呢，会使它整个的效果呢变得更好啊。希望呢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东西除了质量上的优点之外呢，另外它的技术上还是做了很多创新的。首先你注意，它这个训练集是从20兆里边挑了5兆，500万。然后包含了这个动漫啊，这个毛茸茸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艺术作品和照片。另外的话呢是完全未经审查，而且重新引入了解剖学的概念。那解剖学的引入会让人体的表现更加的真实，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创新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创新点呢是它进行了这个什么呀，结构的改造啊，叫 architecture， 它翻译成建筑肯定是不对的。把标准的12币，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Flux 是120亿嘛，然后呢把它缩减到了 8.9币，也就是缩减到了89亿，那缩减了将近30多亿的参数，而且效果还有提升。另外呢提出了一个叫做 MMDIT Mask 这样的一个机制，另外呢就是时间的这个步长分布也做了一些什么优化。再往下边呢就是做了一些小批量的这个传输的优化啊，我们简单说一下。那说了这些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模型和传统的基于这个 Flux Schnell 这个蒸馏模型不太一样的这个地方。它不是简简单单做一个蒸馏，它还是对整体的模型结构呢做了一些优化的。好，下边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叫结构的改造啊，它把它从120亿的参数变成了80多亿。怎么减下去的呢？这里边呢，我们要注意，在 Flux 的120多亿参数里边，其中有33亿个参数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做这个 clip 用的。什么叫 clip？ 就是我们这个提示词啊，图片的这个向量化呀，或者提示词的向量化这种东西。你注意啊，它作为参数来讲是不怎么发生变化，所以说干脆啊，我们把它从一个可训练的参数，给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叫这个预定义好的参数，变成死的。那这样的话，这30多亿个参数就不需要了。所以说模型的结构就从12 bit 变成了8.9 bit 啊，这就是为什么参数量会有什么？会有变化啊。再往下边呢，就是用到了 MFDIT 的这个掩码，这个说的很专业，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啊，我举个例子，说你现在有一个提示词叫 a cat sat on mat， 有这么一个提示词。那一般我们这个提示词进行这个标记之后呢，是这样的，因为呢这种提示词都是定长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最大的 token 量可能很多提示词都达不到，所以说后边要加上一个什么填充标记叫 padding。然后这个模型就发现啊，说如果加了很多的 padding 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这个最终的效果呢就非常的差。所以说呢他们就这样做，我们呢不用这么多 padding。那我们就把它去掉，去掉之后呢，又发现一些问题啊。一旦全部去掉，或者是采用了这种 masking 掩码的标志，就会导致这个模糊啊或者混乱。所以说呢，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只保留什么一个填充标记，就保留一个 pad，它会发现啊，这个效果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另外呢，就是时间的这个步长分布，这个也非常重要啊，因为传统的这个步长分布啊，它只关注什么呀？就是关注那个它经常看到的那个东西。对于那种极限值或者是很少出现的那种情况啊，它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差的啊，所以说呢，它就把这个函数给改了一下，改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效果也有明显的提升。另外这儿有一个叫做小批量的最优化传输，这个我简单解释吧，这个需要有一些基础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DIT 模型呢，虽然是说它叫什么 diffusion model， 就是什么，就是降噪，其实呢它不是单纯的一个降噪啊，它是要训练一个什么，一个矢量场，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叫速度场。这个速度场的话呢，是看一下怎么从这个噪声分布到一个图像分布。那为什么我们去训练的是一个速度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分布变换的东西呢？因为它把这个分布变换的东西非常简单明确的把它定义成一个什么线性的，而且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知道朝哪个方向去动。但是我们不知道速度是多大，所以说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呀？学习一个叫速度场。那他会发现这种这个分布的转换就太什么粗暴，所以说呢，他就自己研发了一个这个东西，他把它叫什么？叫这个数学魔法啊，具体的细节我们不用去管。也就是说，它会让整个的这个变化的路径呢更加的快速。你可以认为呢，它找到了从噪声到最后的图像比原来 Flux 那个速度更快啊，效果更明显的一条高速公路。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